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GBA 平台的《魂斗罗：异形战争》。这款游戏实际上是移植自超任平台，并且呢加入了魂斗罗外传的铁血兵团的部分内容。看起来是丰富了一些内容，但实际上呢，这个系统有所缩水。因为超任版本的可以带2种武器，并且可以互相切换，但是 GBA 版本呢，你就只能带1种武器。你别看只有1种武器的区别，这样你的打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一段时间之内，你只能使用1种武器来攻击敌人。如果是超任版本呢，你可以在清兵的时候带 H， 这个跟踪子弹，然后打 BOSS 的时候可以利用激光或者 S 都可以。那 GBA 版呢，你就只能使用1种武器了。并且我感觉 GBA 的音轨也不如超任版本。刚刚这个小 boss 非常经典，它来自于魂斗罗1代的 boss。D 无敌，无敌的话晚一点打，这样前面喷火的点很多。打早了的话，第2波喷火你就需要手动来躲。好，咱们捡一个激光。激光的攻击力很强，尤其是面对这种大型 boss 的时候。那本作比较废的武器，我感觉也就是F 喷火，还有这个 C 的话利用率不高，打第1关的 BOSS 的时候会用到，后边它就很少能出场了。那如果有2种武器的话，你就带一个跟踪，带一个 S 也就差不多了，或者带一个跟踪，带一个激光。这些火需要躲。这个版本的难度还是有一点的，来自于2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它没有血量，就碰一下就死了。第2方面呢，是 GBA 的屏幕就这么大，这样人物就显得很大，着弹面积比较高，然后给你反应的时间也比较短。F 的话应该是最废的了，是一个喷火枪。好，第1关的 BOSS。喷火枪呢，有一点像铁血兵团狼那个火，大家想象一下，但攻击力非常低。它的弱点就是它的下边红色那个位置等这个乌龟的头伸出来的时候呢，可以挡一部分子弹。使用 C 的话，可以非常方便的炸到它。这个头非常讨厌。这样第1关就过关了。游戏的长度是6关。你可以看作 GBA 版本是一个缝合游戏。我记得当年汉化的时候，汉化名字是执念，也叫最强精神。第2关，这个火车很多小伙伴应该比较眼熟来自于世嘉 MD 平台的名作《魂斗罗：铁血兵团》。铁血兵团是一个外传性质的作品，但实际上它应该是2D 魂斗罗最后的辉煌。这2个怪呢，先打右边的。你如果先把左边的打爆了，右边的会飞扑。这里咱们使用一个特殊动作，是定点射击，就站着不动向各个方向开枪。另外呢，本作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说后退，一边后退一边射击这种，但是呢，利用的场景比较少。这里的魔头可以打出节奏感，一个一个清，不要急。游戏确实不能急，因为屏幕比较小，子弹发射出来之后，很快就需要你做出反应，这样背板要比较熟。还有一点，这个游戏呢是2个难度。第1个难度呢是简单你只能打4关，你如果想打6关的话，你必须玩困难难度。这个 BOSS 呢是让他射自己，看他读秒5、4、3、2、1，好，勾引他，再来一发，再来一发，这样他就挂了。这个你分不清他是怎么挂的，他是3发给自己射挂的呢，还是这个体力不支？非常短的时间
好，来到了这关的关底的 BOSS， 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老汉号。啊，对他来推车了。然后第一种攻击方式，发射这种导弹，打点比较远。第二种攻击方式，这个攻击方式很熟悉了，在火枪英雄的 BOSS 里边也见过。第三种攻击方式，这个需要跳着躲。你看他这个车推的就不好啊，这个活我辞职。放开那个车让我来。好，他上来了。上来之后，照样的，先是小导弹，这个导弹好躲。第二种攻击方式是踩你，这个在角落趴下，可以避免挨踩。然后呢，可以踢你一脚。接下来向地上扔一个能量波，然后再踩，再踢一脚，再能量波，如此往复。他已经冒烟了，要挂了，要挂了，回去再来一次差不多了。踩。这个点一定要趴的靠左边紧一点啊，一定要紧。他挂了，有可能是这款游戏出在掌机平台的缘故，这些 BOSS 都不抗打。你看啊，车推不好是会被车反噬的啊，他挂了。第三关。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F， 攻击力比较低，而且呢，它的方向调整不及时。那本作又需要你做出快速反应，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屏幕比较小，所以说 F 呢是我感觉很弱的武器啊，不好用。激光可以快速秒掉一些 BOSS，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武器，但非常可惜，本作没有武器槽的系统。这个虫子啊，其实没什么危险。他碰你的话不挂，他碰你的话是把你抓起来，然后飞出屏幕，然后你才能挂。所以说，在飞出屏幕之前把它干掉就完事儿。啊，这个 BOSS 看起来就像那种剁椒点啊，咱们可以抓着它的悬臂。好，干掉它之后，再回来。这个 BOSS 现在是第一形态啊，它并没有挂。第三关的 BOSS 是比较多的 ，C 弹、S 弹啊，咱们用 S 弹吧。S 弹的说法呢一直有争议，但我还是觉得散弹枪啊比较适合这个武器的形式。霰弹枪吧，感觉跟喷枪更像一点。所以我还是管它叫散弹吧，毕竟从小叫到现在叫了30多年。你想想，87年、88年到现在30多年。好，他扎你一下，然后跟他刚两波，不一定他每下都扎你的啊，这样才算把这个 BOSS 打完。这是本关的第一个 BOSS， 后面还有3个还是4个？这里要打本关的第二个 BOSS。这个 BOSS 比较好打，但是啊，还是最好使用 S 来打。啊，他先扔手雷，手雷比较好躲。第二形态才能打中他。第二形态啊，他中间的弱点开了。有散弹呢，就可以方便把它跳出来的这些非异形的小兵清掉。看见这些小兵呢，你就悟到了，说为什么敌人呢叫红隼是吧？为什么叫隼？你这里有炮台，还需要往上跳，这个就给我一种魂斗罗2代的第4关的感觉。你看，它也有出这种小兵的点，然后有炮台，然后卷轴呢，最开始是横向的，现在呢变成纵向的。
这个炮台瞄准瞄人瞄的比较慢，而且这个炮台的形式，它不太像 FC 版，其实我感觉它更像 MSX 的版本啊。那个版本呢，就是所谓的传说中有水下八关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我给大家录制，但我不太认同水下八关出自于那个版本的说法，因为那个版呢，我也练到了一命通关。后面的关卡呢，它根本不是在水下，而且呢，数量严格来说也不是8关。这2个 BOSS 呢，先要清红的，因为红的呢可以上来，你只要先把红的下半身打爆就完事儿了。好，本关的最终 BOSS， 这个 BOSS 2种攻击方式，第一种呢是一个跟踪，咱们站在中间2下躲。不躲他就上来打你了，然后呢，他开始喷火，喷火的期间攻击你的跟踪的子弹就失效了，这样咱们转一圈来打他就行了，不是很抗打。TBA 版本的 BOSS 血量都不高，困难难度血量也不高。这个攻击方式非常像铁血兵团的里边乔开的那个机器，它是转着圈发电的，那个比这个难多了。第4关，第4关开始最好站一点，不站点的话，上面这些飞行兵呢，它有2种攻击方式，一种是手雷，手雷爆炸到地上之后，对屏幕的左侧也有伤害；第2种是机枪，机枪只能打屏幕的右侧，所以你要根据2种不同的敌人进行躲避。左边的扔雷的就跳，右边的你就站在左边就完事儿了。地面的这个坦克非常废啊，它发射的子弹你照顾1枪就完事儿了。这个游戏板背熟了呢不难，激光要躲，这个慢一点躲，因为实际上你开车的速度和对面的飞船的速度是不一致的。勾引之后往左躲子弹，往右躲的话，这个屏幕的卷轴对你有一定的抵消作用，达不到躲避的完全的效果。这里最好换 H 啊，因为敌人的小兵比较灵活，扑到你身上就是1条命。前方有一个这个游戏的难点吧，这个难点说难的也不难，它比较好处理，但是呢，它是一个初见杀，就是你版面背不熟，那基本上你第一次遇见它就没了，就是这个。啊，你最好呢，在它发射子弹之前就把它清掉，否则呢，它发射出来一个炸弹，那基本上你1条命就没了。这种初见杀是比较讨厌的。啊，这个敌人好打了，他屁股后面他不太能照顾到。好，又清掉了一个 BOSS。啊，这里换 S， 上来之后呢，空中还有2个 BOSS。好，这个 BOSS 呢，这个攻击的方式啊，移动的方式大家应该熟悉啊，尤其是玩过世界 MD 平台的铁血兵团的小伙伴们，应该见过这个 BOSS。应该是研究所路线的第2关有他吧。好，来到了本作我觉得是最难的 BOSS， 就是不只需要套路，还需要操作的一个 BOSS。大部分 BOSS 呢，你都一个套路就完事儿了，或者站点，但这个 BOSS 不是。这个导弹呢，如果它撞到敌方的防护罩爆炸了，你就往下掉。现在需要清理掉上下2个炮台，然后再打中间。打这个 BOSS 2个原则啊，第一，尽量的靠近屏幕的左侧；第2，尽量不要抓最下面的导弹。这2点都是提高你容错率的。你在右侧的话，它非常快就可以撞到那个防护罩就炸了。那没有防护罩呢，敌人的中间的弱点也可以发射炸弹，把你的导弹给清掉。那不在最下面就更简单了，最下面的炸弹如果爆炸了，你正好在上面，那就没有容错的空间了。你如果在上面这几层的炸弹呢，爆炸之后你还可以往下掉，抓到下层。所以这是打这个 BOSS 的总则：靠近左侧，靠近上侧，尽量向左上方来移动。那打 BOSS 的机会呢有，
移动一次之后打他个2、3枪也就完事儿了。不要贪，不要贪，这样很快可以打爆他。这个 BOSS 算是比较难打的了，比较难对付的。后面也有拼脸的 BOSS， 这个到了拼脸的地方再跟大家说，拼脸的比较少。差不多了，好，打完。那这样这个游戏的最难的点已经过了。最难触碰的点咱们已经完事儿了，这个游戏就不难了，是吧？剩下是收尾工作。第5关，第5关同样的，你可以看见非常多的铁血兵团的要素。这个怪他扑你这下，你可以钻过去的。我还是用 S 吧。开始清理 BOSS， 这关应该是3个 BOSS 啊，流程不长。这个 BOSS 之前就接触过了，打过 ，MD 版里面出现过。先清腿儿，先把4个腿清掉。不是喜欢玩腿吗？这个腿很直啊，而且4个。好，第2形态呢，它就砸你。砸你的时候有规律啊，当它2个残像合到一起的时候，它会在那个点往下砸。这样就很好对付了，知道规律就很好打了。好，打完。第二个 BOSS 是一个小虫子，它发射的是多段反弹的激光。这个激光呢，我记得当年瞧那个机器也发射过。咱们就快点打，快点把它清掉，利用 S 近身的爆发。这里换上 H， 前面的 BOSS 大家就更熟悉了啊！异形战争的英雄巴哈姆特啊！好，这是他猴子形态啊！3、2、1，冲！3、2、1，冲！他其实还有一种攻击方式，是跳起来向地上扔，不断的扔那种能量波，但是呢，这里没让他用出来。好，第2形态的体积非常大，所以这个版本呢对这个 BOSS 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就是他的身体不再有，我的天哪，这个活动的部位有点太污了啊！而且有2个，他的身体呢没有伤害判定，只有这2个头。好，这边是6个核桃啊，不是 N 个核桃。只有这2个头碰到你才能挂，所以这个难度不高。攻击方式也比较简单，就这2种攻击方式。左边的好躲啊，右边的需要一点点走位，就是这个走位，而且不唯一。走位的方法呢，你习惯就好。好，你看他往左边转了呢，你就来右边；看他去右边，你就来左边就可以。第3形态，这是个脑，来保护层了。这个保护层会扩张，当你集中全力攻击它的时候，我感觉它扩张的会更大一点。然后呢，你如果不打它，它扩张的会小一点。这样有的时候你感觉你被它逼到角落了，你就别打它了，会给你一点空间的。看这样啊，它碰不到你。好，打完，这样第5关也过关了，差1关。9条命了，这个咱们也没用30条命啊，9条命了啊！这里就非常有超级魂斗罗最后一关，也就是魂斗罗2代最后一关的味道了。这个 BOSS 啊，魂斗罗初代小 BOSS， 往前 BOSS 还有很多啊，至少有4、5个，大概是5个。S 不要了啊！这个 BOSS
魂斗罗初代的大 boss。再往前，魂斗罗2代的大 boss， 你看见，好出来了。但是它这个体积感觉比魂斗罗2代要小。2、3、4，打5下跳，打5下跳一次。跳好，这样它会钻地一次，钻地呢会跳起来撞你。这是一个新的攻击方式。啊，他要完事儿了，可以。这里又来了一个 BOSS 异形。这个 BOSS 可能一些小伙伴不熟悉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BOSS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街机版本的魂斗罗2代，也就是街机版的超级魂斗罗里，他是小 BOSS， 应该是，也是最后一关的。我打完，这个 BOSS 比较难对付，因为他撞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尾巴甩你。啊，这个 F 不要了。好，这里的 BOSS。FC 版的超级魂斗罗的第6关 BOSS， 也是街机版的超级魂斗罗的最后一关的总 BOSS。没错，超级魂斗罗最后打完它，哎，这个 BOSS 啊，它会出现之前呢，它会出来8个球，这8个球呢，你先打到哪个，它就会哪种对应方式的攻击方式来攻击你。这个有一点看脸。有的攻击方式比较简单，有的比较难，但我抽中这个还可以吧。我感觉这个难度中等，而且呢，它会给你火力。那 BOSS 还有最后一个形态，这个暴走的乌龟来抓你了，咱们打它中间的弱点就可以啊。第一次扎不到，第2次需要跳一下。好，这样就清完了，通关。那好吧，这样一款 GB 平台的魂斗罗异形战争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总体来看呢，这款游戏缝合的元素更多一点，系统上较超人版本又有所缩水。我觉得这个时候魂斗罗系列已经江郎才尽了。很遗憾呢，后面没有看见更优秀的作品出现吧。那好吧，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